中美贸易战已经彻底失控，两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像两头撕红了眼的猛兽，是要将对方撕成碎片。这不再是关税数字的冷冰冰博弈，而是两国意志、底线和命数的殊死搏斗。谈判的窗户早就被砸得稀烂，留下的只有血流成河的硬碰硬。我们站在历史的悬崖边，眼睁睁看着这场人间惨剧上演，中国却像是被命运掐住喉咙，喘不过气来。贸易战的第一刀，川普挥得又快又狠。4月2日，他宣布对华商品加征 34% 的对等关税，理由是中国多年来的不公平贸易。中国不甘示弱，4月4日迅速回击，将美国商品关税也提到 34%， 摆出一副你敢来我就敢干的架势。然而川普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甩出狠话，如果中国不立刻取消报复性关税，他就再加 50%， 让美国对华关税飙升至 104%。 这还不算完，到了4月9日，川普又发文，直接将关税提到 125%， 而且立即生效。这简直是把屠刀架在了中国经济的脖子上。中国这边呢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也不是吃素的。4月10日中午12点01分，公告一出，对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34% 猛提至 84%， 足足加了50个百分点。商务部更是火上浇油，当天宣布将12家美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，还把6家美国公司 like 护盾人工智能公司扔进不可靠实体清单，直接断了他们的对华生意。这架势摆明了就是要跟美国硬干到底，血战到最后一刻。可这硬碰硬的结果是什么？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高达4400亿美元，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7% 以上。而美国对华出口仅1440亿美元，贸易逆差高达2960亿美元。如今美国关税飙到 125%， 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直接翻倍还多，等于被踢出了美国市场。而中国对美 84% 的关税呢，不过是把美国那点可怜的出口再往死里挤一挤，根本伤不了川普的筋骨。这场对决，中国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川普这老狐狸玩的可不是简单的加关税游戏，而是下了一盘四维大棋。4月9日，他宣布对全球90个国家暂停对等关税90天，还把这些国家的关税降到 10%， 摆出一副大家都是好朋友的嘴脸。唯独对中国，他毫不留情，直接加码到 125%。美国财长贝森特得意洋洋地说，川普这是请君入瓮，让中国自己跳进坑里。这话一点不假，中国偏偏成了全世界唯一跟美国硬扛的国家，结果被孤立得像个弃儿。反观美国，股市直接炸了锅。4月9日当天，道琼斯指数狂涨 2962.86 点，涨幅 7.87%， 标普500飙升 9.3%， 纳斯达克更是暴涨 12.4%， 创下1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。苹果涨 11%， 特斯拉飙 19%， 市场一片欢腾。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得意发文，这将是一个记录，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甚至嘲笑媒体，你们不懂交易的艺术，75个国家都打电话来求谈判，谁还 care 北京？而中国这边呢，硬扛的代价来得太快太狠。数据显示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，2024年对美出口占中国 GDP 的 3.5%。如今 125% 的关税一刀砍下去，沿海出口企业直接雪崩。拿浙江宁波来说，这里的港口2024年出口额超 1.2 万亿元，其中 30% 流向美国。现在订单没了，工厂停工，
工人失业潮已经开始。宁波海关最新数据显示，3月对美出口额同比暴跌 45%，4月怕是连底裤都保不住了。更惨的是 A 股，4月9日上证指数狂泻 8.9%， 跌破3000点，创下近10年最大单日跌幅。10日，国家队硬着头皮入场扫货，中央汇金宣布增持 ETF， 央行放出再贷款工具，愣是把指数拉回3100点。可这不过是饮鸩止渴，股民早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多少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、跳楼的传言已经在网上疯传。这股市的血雨腥风，谁看了不心寒？125%的关税，直接把中美经济脱钩推上了快车道。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，电子产品占 35%， 机械设备占 20%， 纺织品占 15%。如今这些商品在美国卖不动，库存堆成山，沿海工厂倒闭潮一波接一波。广东东莞号称世界工厂，2024年上半年中小企业倒闭率已达 12%， 如今怕是要翻倍。工人没活干，老板跑路，连房租都交不起，街头流浪汉比比皆是。更要命的是汇率，央行为了稳住人民币，硬生生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压在 7.5， 可这代价是外汇储备狂烧。2024年底，中国外汇储备还有 3.2 万亿美元，到了4月10日，传言已跌破3万亿大关。央行喊着降准降息，可实际操作呢？啥也没有。市场早对这种画饼麻木了，老百姓捂紧钱包，消费直接冻住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.8%， 创下疫情以来新低。这日子过得比2020年还苦，失业率更是雪上加霜。官方数据不敢说实话，但民间估计，2025年一季度全国城镇失业率已逼近 10%， 沿海地区甚至超过 15%。珠三角一家电子厂老板哭诉，以前一个月能出货5000万，现在连500万都卖不出去，工人全裁了，我自己都得去摆摊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。面对这场灭顶之灾，中国有出路吗？答案是几乎没有，只有3条死路可选。第一条，拉拢反美同盟。做梦！中国想找欧盟、日本凑个反美阵营，可人家不傻。欧盟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高达1800亿欧元，对中国却是逆差2000亿欧元。加入中国，那等于自断财路。日本、韩国更别提，靠美国撑腰的安全伞，谁敢跟中国站一块儿？唯一可能拉来的是些非洲小国，可他们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哪有钱买中国货？第二条，靠内需救命。天方夜谭。政府喊了多少年扩大内需，结果呢？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仅 38%， 远低于美国的 68%。发钱给老百姓？不可能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财政赤字已达 4.5 万亿元，再发福利等于自掘坟墓。企业补贴倒是有一堆，可钱都进了国企口袋，老百姓还是两手空空。第三条，军事冒险。找死！网上有激进派叫嚣大台湾报复美国，可现实是中国连封锁台湾的能力都没有。美军第7舰队虎视眈眈，印太战略把中国围得死死的，真敢动手，那就是引火自焚。2024年军费预算才 1.6 万亿元，够美军塞牙缝吗？别做梦了，这条路只会让中国死得更快。对中国老百姓来说，真正的炼狱才刚开始。出口崩盘，失业激增，物价飞涨，生活水平直线坠落。
拿上海来说，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6.8 万元，如今物价涨了 20%， 收入却砍了 30%， 日子怎么过？更别提那些沿海打工仔，一个月工资从5000跌到2000，连泡面都吃不起了。政府呢，既不发福利，也不给失业金，只会喊爱国口号。人民日报天天洗脑，一切都是美国的错，我们要跟美国死磕到底。老百姓还真信了，有人嚷着吃草3年也要挺住。可笑的是，吃草的永远是老百姓，决策者还不是照样锦衣玉食？这爱国麻醉剂麻的是民心，死的却是民生。这场中美贸易战已经不是经济博弈，而是中国命运的生死劫。川普的125%关税像一把屠刀，把中国经济砍得血肉模糊，而84%的反击不过是垂死挣扎的哀嚎。A 股崩盘只是开胃菜，失业潮、贫困潮、生活倒退才是主菜。中国选择硬扛到底，顺了民气，却把自己推下了万丈深渊。我们站在历史的断崖前，看着中国被世界抛弃，孤零零地走向崩溃。接下来，中国还能出什么招？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答案恐怕只有血泪能写就。